对岸岛内的某些人开始公然声称找到了解放军的弱点，并且有办法进行针对性的反制。其荒唐可笑言论的背后有何笑点值得关注？来看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台湾岛内某些势力是越来越跳脱，越来越嚣张了。尤其是成功抱上了美日的大腿之后，针对大陆开始一步步采取敌对的行为，妄图达到其以武拒统的险恶用心。台湾伪国防部长邱国正则宣称对台军下达了处处皆战场的指示，并且要求台军掌握对大陆解放军的敌情针对能力，以维护台湾安全。首先，两栖舰艇的数量严重不足，无法在第一波次将大规模部队投送至台湾滩头阵地，必须分多批次进行投送。这样的话，解放军以优势兵力击败敌人的原则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添油战术，对于以逸待劳的台主力部队难以发挥战力优势。其次，解放军的后勤能力严重不足，台军方能将解放军的补给线切断。伪国防部认为，现阶段解放军的后勤输送能力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是部队进行登陆作战所需要的补给必须通过舰船和飞机进行输送。台军将发挥联合作战特长，对其进行后勤补给线的反制打击。再者，解放军四面受敌，难以集中力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基地就在台湾的东北方向，最近不过数百公里，因此大陆攻台的时候必须保有兵力，防范美国和日本可能的军事介入手段。而且在大陆的西南地区，有印度成天在边境上搞事，南海上也有和中国具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因此解放军不可能全力对台。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就知道，台湾伪国防部的推断基本上是7窍通了6窍，一窍不通。首先来看台方罗列的第一条弱点，解放军投送能力弱，缺少两栖舰艇。台当局可能不知道的是，解放军当前的3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已经全部建成下水，不超过2022年基本上就能全部服役人民海军。海军还拥有8艘071船坞登陆舰，30多艘两栖坦克登陆舰，一轮输送可以轻轻松松地向台湾滩头阵地投送多个成建制的新型合成旅，再加上解放军空突旅的支援，理论上一轮投送便可向滩头阵地和重要战略目标投送多达数万人的解放军部队。数万人的解放军加上海上与空中的支援，基本上可以一波就将台湾滩头部队全部带走歼灭。因此，台湾当局认为的解放军兵力投送不足，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成立的伪命题了。第二点和第三点，虎妞就一起讲了，一个是后勤问题，一个解放军被牵制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种问题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先说补给问题，解放军一艘坦克登陆舰就能够提供2000吨的物资补给，这个数量可以说非常庞大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1942年11月末，在被困斯大林格勒的德第6集团军佣兵将近30万，所需要的物资补给也不过是每天800吨。解放军用空中、海上多种的补给投送方式，根本不存在物资给养紧缺的问题。至于台军方要采取的切断补给线这一设想，纯属空中楼阁。登陆台湾时，解放军将毫无疑问地掌握台海的制空制海权，台军方能用什么手段打击补给线呢？岸舰导弹？别逗了，这东西第一波就让解放军的火箭炮和导弹全部歼灭了。最后就是解放军所谓无法集中精力回收台湾这一问题上，台当局显然多虑了，一看就没有读过矛盾论与实践论。上面说过，问题抓主次，要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么主要矛盾肯定是解放台湾这个问题，次要矛盾肯定是其他阻拦解放台湾的不稳定因素。解决问题肯定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台湾想知道的，以为自己会引起美日印度驰援，实则不然。基本上从解放军开始解放台湾算起，在36至72个小时之内，的主要国家都和中国大陆有着紧密的经贸关系。即便是两岸爆发大规模冲突，人家不可能因为声援台当局加入战争，因为贸易的利益远远大于台湾的价值。届时台湾就是被大国抛弃的弃子。不得不说，这位前台军高级将领看得的确通透。一旦两岸发生战争，
解放军就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台湾。台军采购什么武器都没有用，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台独分裂势力根本翻不起一丁点的浪花。所谓的以武拒统，终究不过是蚍蜉撼树的闹剧罢了。